哎，大家伙早喽！11月25号星期六，周末了哈。这地上那个爱心已经不见了。周末来跑步的小伙伴特别多，碰见好几个熟人了。今天是我第4个训练日，下午1点半北京时间，咱们直播间见。今天咱们回评论，而且应该看不清我的第2个 stride 到了。今天是第一次双 stride 的第一次跑，等下个训练周期会跟大家详细分享。今天看看能不能贴数据。今天稍微的快一点，昨天最后报那个平均配速口误了啊，没有那么快，可能是4分40多左右吧。大家可以每天都能看到我的 Strava。行，那咱一会儿聊。咱们开始回评论。刚才碰见了后头先生，看着他今天是变速跑，跟他冲了200米。相同的配速，相同的距离，用高时手表告诉他，没有以前热量消耗高了，越来越低。那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您全线都开了的话，手表会从手机的健康，像苹果就是苹果的健康里边读您的体重。然后呢，如果您每天都称体重，或者说您体重下降比较快，它会根据就是卡路里其实就是运动的时间、强度、性别、年龄、体重这么算出来的，跟体重有很大关系。就大部分时候，像我这个配速的常规训练，一般小伙伴可以几乎就是1公斤体重跑1公里是1000卡多一点点。比方说您是60公斤跑1公里，差不多就是60多70千卡。当然不能是太快或者太慢那种，不会差太多。热量消耗这个您看一个大概就行了。拍摄有小伙伴说买了 Go 3，拍摄效果不好，一开始是的，这不容易的，就调这个俯仰的角度。我那时候想拍第一视角，下午出去跑试各种试，包括各种帽子怎么别。像有的小伙伴我看是架在帽檐上，但是我就发现帽檐不是那么硬的帽子，就跑步帽子，架帽檐上晃的会比较厉害。所以我别在帽子后边的这个调松紧的这儿，就慢慢摸索。还有搬家前一天拍故宫，拍了一个后边的视角，但我试了3天，因为后边你头就是你看不见嘛，你没法监看，试各种角度，因为那时候电量也有限，还有各种，比方说光线，拍完以后回去，因为它这个拍直出的视频，可调整的范围是有限的，最多就是拉一拉曝光，也就只能这样了。慢慢摸索，是不是？空气质量差，最近一直雾霾，焦虑，本来就生病停了一段时间，又不能好好训练，理解。你们想啊，我是从2014年底开始跑步的，2015年、2016年、2017年这几年，北京的空气质量，到这个季节基本上就是要看刮不刮风，还得看刮哪边的风。那时候也焦虑，但是后来我就想开了，就练呗。到现在就这2年我就不看这事儿了，
在北京的时候我也不看了，因为我深深明白我想要什么。就是虽然啊有各种科学依据，但是我仍然不认为人的一生几十年就几天几个小时的雾霾中的跑步就能让我们怎么样。我始终是觉得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没有弊端的，就是我们吃饭让它消化，也会让我们的消化系统，它只要工作，它就得变老，就得有损伤，对吧？那你得看收益和产出，有时候人也不是纯为了物质活着的，有时候为了那一点精神力量。而个人见解啊，您自己判断，但是不用太焦虑。年底来大阪玩，问我的跑步路线，基本上就这路线。我有时候早上起来会先去通天阁那边绕一圈，再来到大阪城，因为这边比较小，好几个折返才能凑合我的距离。就是大阪城这条路不停的折返。冬天跑步最大摄氧量不停的下降，我也说过很多次，手表给的数据，最大摄氧量是最没有价值的，谁家的手表都一样。那根据您的训练表现算出来的。我全程马拉松只能跑4小时的时候，那时候手表给我算73呢。现在我手表给我算60多，我戴那个面罩正经的测是73.8，是前年还是去年我忘了，还有视频呢，我频道里。手表那就是根据您近期的训练表现算出来的，您到冬天可能距离拉长了，强度变低了，它那个数就会变，不用管。手表测什么比较准呢？就是测极限的东西比较准。比方说，您今天跑速度耐力，完全顶到行与不行，您跑了16公里，那手表显然就能知道您的就是乳酸阈值的门槛是多少。那这些是准的。比赛是早晨，但是平常都是晚上跑，怎么办？这其实也是我后来坚定的晨跑的原因。有时候人是生物钟是会有的，我建议您只能，如果这场比赛对您非常重要，那您就提前2周慢慢习惯早晨跑一跑，也只能这样了。包括我平常不空腹晨跑，我到比赛前1-2周我都要吃饭晨跑去习惯。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其实也没事儿。那好多人都是晚上跑，早晨赛，不用有太大的思想负担。您就这么想，有的时候我们要违心一点，就是暗示一下自己，就像我刚才说的雾霾。有的时候呢，也要唯物一点，就是您都这么练了，没有不行的，是不是？下一个，我刚跑步时候的心率是不是也特高？是啊，我为了回答您这问题，我找了一张特早之前的截图，是2015年初夏的，好像是。回头我贴在屏幕上，就现在我贴在屏幕上给您看看。那时候我已经跑了将近1年了，10个月了。下一个啊，停跑了好长时间，停跑了5-6个月。哦，that's right。停跑了5-6个月，然后无意中报上了一场比赛，恢复跑步。每天都得跑10公里以上，觉得跑的时候，别人看自己脸都发白，跑完过一会儿就好了，体感还行。我不知道您停跑之前的水平，但是我觉得停跑了5-6个月，上来每天都跑10公里，有点拼，略微冒进。
当然您自己判断。每天10公里不少了，每天10公里绝大多数人是达不到的，而且受伤的几率挺大的。有时候受伤并不是说很突然的摔倒或者什么，就是你可能这一步跑下去就开始疼了，没有任何原因，就是他到了极限。半马每个月跑430公里，目标是半马120。应该怎么训练？是不是应该减点距离，增加点强度？我觉得是的。我觉得半马的比赛1个月400公里足够了，可能300公里稍微有点少，400公里肯定足够了。半马多增加一些1.6公里甚至以上的间歇。半马就是看您全程能不能冲下来，能以多快的速度冲下来。啊，伊拉特桑，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我第一次能全程不掉速是1小时41，那时候我已经认为我是冲下来了，因为我绝对速度就那样。之后每一场半马我都是全程冲下来的，只不过就是绝对速度越来越快了。那绝对速度其实就是靠强度跑，更多的是靠强度跑练出来的。每月跑200公里，半马自己测了一个1小时55，觉得还有余力。手表给您预测的是半马150，全马355，好像是还是多少？您觉得半马差不多，全马不知道，正好要有比赛了，想破4，您恕我直言有难度。因为半马跟全马完全是2个不一样的运动。还是那句话，半马靠毅力，全马靠能力。您现在的跑龄跑量都不够，对吧？您一共说跑了2000公里，您做好4小时30的准备。抱歉，您做好4小时30的心理准备。当然我不了解您，也有可能您是那种耐力型的选手，但是就算您半马1小时50还有余力，全马4小时都不容易。Let's run。然后就是关节有弹响，落地脚踝响，跑跑就好了，用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关节弹响很正常。也有小伙伴说跑多了小腿胫骨内侧疼，是的，这块是很容易伴随着疲劳疼痛的，疼了就减点强度。我已经完全没事了，我第4天就完全没事了。但是您想跑好成绩，想努力练，就是要跟伤痛做长期的对抗准备的。我也不是每天都哪儿都特舒服，很正常。行，差不多我准备的都回完了。还有那天我跟家主聊天，无意中聊起就说那天跑姿的问题。这次 Stride 就可以看到2只脚3个方向，就是俯视、侧面和后面的运动轨迹了。但是有时候我就想，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对吧？只能知道一下，然后注意一下别受伤。大多数时候很难改的。跑姿这东西啊，我说句大实话，您也别介意，只要是瘦了，衣服好看点，跑起来都不难看。我说那瘦其实不是普通人的那个瘦，就运动员那瘦跟普通人真的不一样。我也远远达不到，
但是普通人就是你只要比普通人那个瘦还瘦了，你又有锻炼的习惯，不是那种特松弛，就不会太难看。您的那个所谓的动作的不标准就都会变成特点，就从问题变成了特点，好吗？不用想太多。行吧，那咱们训练之后见啊，加油干！哎，11月25号星期六清晨7点16，训练结束啊，最后一个训练日，还是跑了20公里，平均配速4分45，中间最快的1公里4分14，平均心率140，最大152，平均功率209，步频198，步幅1.06米，垂直振幅5.2。今天就是2个 stride 了，一会儿给大家拍一下。哎，刚才忘了给大家拍一下2个 stride， 就是弄上 stride 以后，这个鞋带这种系法就稍微的系的时候稍微费点劲也还行。不过这双鞋真的好穿，1000多公里了，1000多公里了。今天双 stride 首跑是特步的160X 3.0 Pro， 好吧，回家看数据。哎，小伙伴们看，来到了路平，它这边多了一个，他们这个叫做什么？脚的轨迹的可视化，然后在这儿要添加今天的这次跑步，我们试试啊，看有没有数据。那这次跑步没有足部数据，那我看看是不是要用手机同步一下。我想应该是要同步一下，因为我是按照它官方的说法把 Stride 连到高驰的 Pace 3上，但是貌似呢，它需要在大家看这儿多了一个叫做足部轨迹的同步，咱们点一下。开始下载数据了。但愿它的软件不要出问题。以前 Stride 如果你在这儿点同步跑步数据的话，它就会把之前同步过的都给你弄成双份，特别的麻烦。好，它刚才是已经下载了足部轨迹数据，并且上传了，成功。好，我们回到电脑上看，单次的这个跑步还是什么都没有。因为 Stride 这个统计，它这个图是这样画的，这一块我暂停了，因为我在拍照，阳光特别好，它就也给我暂停了。貌似你们看这儿这一排数据，触地时间、心率、姿势功率步频、触地时间、什么下肢刚性这些、垂直振幅，这些都没有变化。它新增加的左右平衡那些数据好像并没有在这里体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用的高驰的手表来做的，但是他说的是完全匹配才对。我们看看这儿有没有了。添加今天的，哎，有了。看，哎，这有点意思啊。左上角这儿这个 view 它有3个，一个是后边看上去的样子，还有一个上面看上去的样子和侧面看上去的样子。那这是2个开关，左边和右边，左脚右脚，这儿是不是要镜像左脚右脚？这是从后边看上去的样子，我2只脚的运动轨迹，你还不可能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蓝色是右脚，黄色是左脚，看到吗？刚才说的没有的数据应该是在这边，但是这儿现在也没有左右平衡呀，就很奇怪。跑了1小时35，运动时间20公里。我们切一个视角看看，从上面看好像还好，没有明显的内外的这种八字也好啊，或者过度的两边不一样。我们看看从侧面看，看我的左脚比右脚抬得高，
右脚比左脚向后向的远，好像也只有这些了，好像也只有这些了。不知道是不是要用他自己官方的软件才能看到那些数据。行，那这两天我试试用官方的软件跑一次，跑一次再跟大家再去做详细的评测。今天咱们就是简单看一下新的双 Stride 这个系统，我会出系列的评测和体验的视频的，好吗？那咱们回头再聊。一会儿我回去看看数据，然后要是数据没问题呢，我就贴在现在的屏幕上，好吗？那行吧，明天是上海马拉松，对吧？我们一起祝所有参赛的小伙伴，无论是不是上海马拉松啊，还有其他马拉松，都能够开心的比赛就好了，好吗？上海马拉松是个不错的体验，然后也遥祝那次在东京有一面之缘的澳大利亚来的华人跑团，他们也去了上海马拉松，也遥祝他们能够顺利吧，好吗？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我们一起加油干！今天下午直播见，好吗？那我们努力冬训，咱们下午见。